今晚先把白天的声音放下，把灯调暗一点，找一个舒服的位置。你不需要记住所有数字，也不需要逼自己理解每一个名词，只要跟着声音慢慢向外走。今晚我们要做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从你所在的房间出发，一路走到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旅程开始时，距离只有几公尺，旅程结束时，连光都要走上数百亿年。而真正的悬念不只是宇宙究竟有多大，而是当我们终于看清它的尺度，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第一章，一间房和第一把宇宙尺。所有难以想象的旅程都应该从一件可以想象的事开始，例如此刻包围你的这个房间，不必真的睁开眼睛，只要在脑海里轻轻环顾四周，也许这是卧室，也许是客厅，也可能是一间仍亮着小灯的办公室。最近的墙离你也许只有3公尺，最远的一面或许不到9公尺。这种距离，大脑不必计算，身体早就知道它有多远。你甚至不必拿出尺，你已经在这样的尺度里走过无数次。几步可以碰到门，10几步便能走到另一端。这就是第一把宇宙尺。现在想想你所在的这栋大楼，也许是一栋房子，一栋公寓大楼，或是一个办公大楼。你对这里很熟悉，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房间之间穿梭。如果是大型建筑，整个结构的宽度可能达到15公尺，也可能达到30公尺，甚至上百公尺，仍然完全可控，仍在日常生活的范畴。在脑海中走出户外，想想你所在的社区，你走过的街道，你逛过的商店，你认识的人的家。也许你每天的活动范围只延伸到方圆几公里，这是你的领地，这片地理环境塑造了你的日常生活。你知道哪些道路在尖峰时段拥堵，哪些捷径可以节省时间，以及哪里有好的餐厅。一切都已在你的脑海中形成图景，既熟悉又易于掌控。你的城市或城镇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它可能宽16公里，也可能宽80公里。你可能不熟悉每条街道，但你了解大致布局。市中心就在那个方向，郊区就是这样向外扩展的。那边有一条高速公路穿过。这些距离仍然是人类尺度的。开车穿过市区只需要半小时或1小时。你已经做过很多次了。现在想想你的国家。如果你身处美国，你看到的是一个从海岸到海岸大约4800公里的国家，那可是相当远的距离。从纽约到洛杉矶的公路旅行大约要40个小时的车程。假设你不停歇的话，大多数进行这段旅程的人都会花上几天时间，欣赏沿途的风景，从东部的森林到中西部的平原，再到西南部的沙漠，最后到达太平洋沿岸。虽然路途遥远，但仍可理解。每年有数百万人进行跨国旅行，这很有挑战性，但完全可以实现。地球赤道周长约为4万公里，那相当于纽约到洛杉矶距离的8倍。如果沿着赤道驾车环游地球，大约需要连续驾驶350小时，那相当于连续运动了近15天。没有刹车，没有睡眠，只管开车。实际上，如果开车和乘船环游地球，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可以预订环球航班，则大约需要45小时。这些距离确实很远，非常远，但仍然在人类经验的范畴之内。人类已经环游了世界，人类已经航行环游世界，人们已经乘飞机环游世界。我们对地球的大小有所了解，因为我们已经探索过地球的整个表面。我们绘制了每个大陆的地图，
绘制了每一片海洋的海图，攀登了每一座山峰。地球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对它非常了解。可是从这里开始，熟悉感要慢慢消失了。接下来，数字会一级一级失去日常意义，因为站在地面上无比辽阔的地球放进太空之后，只是一颗很小的蓝色球体。我们向外探索的第一步，会带我们去看一些几乎每晚都能看到的东西。月球，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像忠实的伙伴一样悬挂在天空中。它看起来很近，近的像是伸手就能碰到，但夜空最会制造这种错觉。在晴朗的夜晚，你可以用肉眼看到它表面的细节，月球海洋的暗色斑块，陨石坑喷出的明亮光束。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到单一的陨石坑，感觉你几乎可以伸手摸到它。月球平均距离地球约384400公里。让我来帮你理解这个距离究竟代表什么。假如太空中真有一条笔直公路，你以每小时110公里不停前进，大约要开上145天才能抵达月球，将近5个月，不熄火，不睡觉，也没有任何休息站，没有停顿，没有休息，只是以在大多数高速公路上都会被罚款的速度不停地行驶，历时5个月才达到近乎触手可及的程度。1969年至1972年间，阿波罗号太空人前往月球时，使用了当时建造的最强大的火箭。土星5号把太空人加速到接近每小时4万公里，这大约是高速公路行驶速度的350倍。即使这样，航程仍然需要大约3天。在空旷的太空中，以人类从未体验过的速度飞行了3天。这里有一些方法或许能帮助你更能理解这个距离。如果地球缩成一颗篮球，月球大约像一颗网球，两者之间仍要隔着7公尺多的空间，那相当于一个普通客厅的长度，不是紧邻篮球，也不是绕着篮球转，而是横越整个房间。在地月距离较远的时候，那道空隙甚至几乎能排进其余7颗行星。你以为空无一物的地方，原来大得惊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都有可能排列在地球和月亮之间。月球是人类亲自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只有12个人踏上过另一个世界，而从宇宙尺度来看，另一个世界月球就在隔壁。与我们即将探索的距离相比，它简直近在咫尺。太空人在月面说出一句话，无线电大约 1.3 秒后才抵达地球，地球的回答再回到月球，整个来回接近 2.6 秒。无线电讯号以光速传播，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速度，而即使是光也需要超过1秒钟才能覆盖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你可以在录音中听出这种延迟，每一次对话都会留下短暂停顿，因为无线电讯号必须穿越近40万公里的空旷地带。第2章，8分钟以前的太阳。我们已经越过月球，但真正让数字开始失控的还在前方。那是一座每天升起却永远无法靠近的核融合熔炉。现在让我们跳到太阳系的中心，太阳，那个炽热的氢氦球，它使地球上所有生命成为可能。每天早晨它升起，每天傍晚它落下。我们很少会去想它实际上离我们有多远。太阳距离地球约14960万公里，这个距离在天文学中非常重要，它甚至有自己的名称。我们称之为一个天文单位，或 AU， 它是我们用来测量太阳系内距离的标尺。但在讨论这个距离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太阳究竟是什么。
它包含了我们整个太阳系中大约 99.8% 的质量，其余所有行星、卫星、小行星与彗星全部加起来，也只占太阳系质量很小的一部分。木星是最大的行星，以任何人类的标准来看，它都非常巨大。但太阳内部可以容纳超过1000个木星。太阳非常大，在其直径方向上可以排列约109个地球，它的体积大约可以装下130万个地球。每1秒，太阳核心都会融合大约6亿吨氢，其中约400万吨质量转化成光与热。我们白天看到的亮光，正来自这场持续不断的核融合，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大约45亿年，而且它还能持续存在50亿年，直到燃料耗尽。在太阳核心，温度约为摄氏1500万度，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氢原子被挤压在一起，最终聚变成氦，并在这过程中释放能量。这种能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地表，在核心产生的光子可能需要1万到17万年的时间，才能透过反射和散射到达表面。然而，一旦光逃出太阳表面，跨越14960万公里，只需要8分多钟。该如何理解那样的距离呢？我们来做一些比较。如果你能以高速公路的速度开车驶向太阳，大约需要150年。你需要从出生就开始开车，并且终其一生不停歇，再加上你的孩子和大多数孙子孙女的一生，才能到达那里。显然，你不可能开车去那里，而且在你到达之前，你的车就会被烧成灰烬。但关键在于距离本身。光在真空中每秒能前进接近30万公里，速度如此之快，光在1秒钟内就能绕地球1周约 7.5 圈。然而，即使是光，也需要8分20秒才能从太阳到达地球。当你直接观察它时，假设你透过适当的过滤器安全地进行观察，你看到的并不是它现在的样子，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是8分20秒以前的太阳。如果此刻突然黑了，我们至少要8分钟后才会知道。我们仍然能看到它闪闪发光，依然能感受到它的温暖，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事情已经改变了。这种延误会带来大多数人从未考虑过的实际影响。太阳耀斑是恒星表面发生的大规模爆发，会干扰卫星和电网，其传播速度远低于光速。我们可以及时看到这些现象发生，然后通常会有1-2天的预警期，之后带电粒子才会到达地球。但我们仍然看到和8分钟前一样的火光。我们收到的资讯已经过时了。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其轨道平均距离约5800万公里，那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距离，是地月距离的150倍以上。水星每88个地球日绕太阳1周，它以超过每小时16万公里的速度飞行，是太阳系公转最快的行星。金星是离我们最近的行星邻居。当金星和地球位于各自轨道的同一侧时，金星与地球的距离约为4000万公里，那仍超过地月距离的100倍。金星的大小和质量与地球相似，因此有时被称为地球的孪生兄弟。但它的表面温度足以融化铅，而且它的大气层充满了浓厚的硫酸云，这是对地球在略微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变成的样子的一种设想。与大多数行星相比，金星的自转方向相反，而且自转速度非常慢，以至于金星上的一天比金星上的一年还要长。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站在它的表面上，你不可能做到，因为你会被压力压垮，被高温蒸发。你将会经历大约相当于243个地球日的一天。金星大气极其浓厚，地表压力
大约是地球海平面的90倍，那种压迫感近似沉到地球海面以下约900公尺。火星是比其他行星更能激发人类想象力的行星，它与地球的距离在最近时约为5500万公里，在轨道两侧时约为4亿公里。这种可变距离影响火星探测的方方面面。只有大约每26个月，当行星处于有利位置时，才会出现发射火星的窗口期。错过机会，你将不得不等待2年多才能迎来下一个机会。如今的火星是一个寒冷干燥的世界，但数十亿年前，它的表面曾有液态水，河流在其地形上冲刷出沟渠，火山口内汇聚成湖泊，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可能曾被海洋覆盖。证据就写在我们的探测车拍摄和研究的岩石和地形中。火星很早便失去全球性磁场，再加上质量较小，引力较弱，太阳风在漫长岁月里不断侵蚀它的大气，液态水也逐渐难以留在地表。由于没有浓厚的大气层来保持热量和压力，水蒸发并散失到太空中。当美国太空总署在火星上运行探测车，例如好奇号和毅力号时，总是会出现通讯延迟。在最接近的情况下，讯号单程大约需要3分钟，最远距离的延误时间单程超过20分钟。这意味着你不能像遥控汽车那样及时驾驶火星探测车，你必须仔细规划每一个动作，发送指示，等待确认，并祈祷在等待期间一切顺利。如果侦测车被困住或遇到问题，你可能要40多分钟才会知道。毅力号火星车于2021年2月着陆，它正在一个曾经是湖泊的陨石坑中寻找古代微生物生命的迹象。它还在采集岩石样本，未来的任务将把这些样本取回并送回地球。若未来的样本返回任务顺利完成，这些岩信才会被送进地球的实验室。到那时，科学家将能用远比火星车更精密的仪器，寻找古老生命留下的蛛丝马迹。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样本中发现生命存在的证据，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第3章，距行星之后，太阳系变暗。火星身后，岩石世界逐渐退场，前方的行星不再拥有可以站立的地面，风暴、冰环与黑暗海洋开始接管旅程。火星之外，我们就进入了巨行星的领域。这些星球如此巨大，相较之下，地球就像一颗弹珠，而地球周围都是保龄球。木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平均距离太阳约7亿7800万公里。当木星和地球位于各自轨道的同一侧时，它们之间的距离会缩短至约5亿8800万公里。当地球与木星分处太阳两侧，两者的距离可以超过9亿6000万公里。木星质量庞大，它里面可以装下超过1300个地球。它的大红斑是一场已经肆虐至少350年，甚至可能更久的风暴，其体积之大，足以将整个地球装进去，而且还有剩余空间。这场风暴边缘的风速可达每小时640公里。近几十年来，它的体积一直在缩小。天文学家不确定原因，也不确定它最终是否会完全消失。木星自转速度非常快，不到10小时就能完成一次自转。这种快速自转导致行星赤道隆起。木星拥有极其强大的磁场，若比较整体磁局，大约是地球的2万倍。这片看不见的领域把高能带电粒子困成致命的辐射带。任何靠近木星的探测器都必须穿过这场无声的辐射风暴。木星拥有上百颗已确认或仍在持续编目的卫星。最著名的死磕
是伽利略在1610年用望远镜看见的4个世界。这些伽利略卫星本身就是独立的世界。木卫一是4颗伽利略卫星中最靠近木星的一颗，它也是太阳系火山活动最猛烈的世界。它的表面不断受到火山爆发的影响而改变，火山爆发可以将物质喷射到数百公里外的太空。木星巨大的引力使这颗卫星弯曲和挤压，潮汐加热为火山活动提供了动力。木卫二欧罗巴是伽利略卫星中的另一颗，它的冰层下方有一个液态水海洋，其水量比地球上所有海洋的总和还要多，冰壳厚度可能约为16至24公里，下面的海洋深度可能为约100公里。这片海洋可能直接接触木卫二的岩石地幔，如果海底存在热液活动，化学能便可能在没有阳光的地方支撑某种生命，但这个诱人的可能仍等待探测器验证。木卫二是太阳系中最具希望寻找地外生命的地方之一。木卫三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甚至比水星还要大。它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颗拥有自身磁场的卫星，其磁场是由液态铁核产生的。木卫四卡利斯托是4颗伽利略卫星中最外侧的一颗，它满布陨石坑的表面，像一本保存了数十亿年撞击历史的旧书。1979年旅行者号探测器飞越木星时，讯号延迟单程约40分钟，从地球发出的每一则指令都需要40分钟才能到达。太空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需要40分钟才能传到地面上等待的科学家那里。由于距离地球如此遥远，等待地球的指令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太空船必须足够智能，能够自主运行，自行做出决定。土星以其令人惊叹的环系而闻名，它距离太阳约14亿3000万公里，那几乎是木星距离地球距离的2倍。从这里到土星，光线大约需要80分钟。从2004年到2017年，卡西尼号探测器绕土星运行，拍摄了土星及其卫星的非凡近距离照片，但通讯延迟单程超过1小时。地球上的科学家发出指令后，需要等待2个多小时才能看到结果。土星环主要由冰粒组成，大小从微小的冰粒到房屋大小的冰块不等。这些环的范围非常巨大，从行星的云顶延伸近8万公里，但它们非常薄。在大多数地方，这些环的厚度只有大约10公尺。如果把土星缩小到篮球大小，它的光环就会比1张纸还薄。从宇宙标准来看，这些环也出奇的年轻，可能只有大约1亿年的历史。恐龙可能曾经仰望过没有光环的土星。土星至少有146颗已知的卫星，比太阳系中任何其他行星的卫星都多。土卫6是土星最大的卫星，它比水星还大，而且拥有比地球更浓密的大气层。它是我们太阳系中唯一拥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也是除地球外已知唯一表面有液态湖泊的地方。但那些湖泊里并没有水，它们里面充满了液态甲烷和乙烷。如果你能去土卫6看看，你会看到橙色的天空，以及落入湖泊和海洋中的碳氢化合物域。土卫2是土星较小的卫星之一，其南极有间歇泉，会将水冰喷射到太空中。卡西尼号太空船飞越了这些雨流，探测到了复杂的有机分子、氢气和其他化学物质，这表明冰层下存在液态水海洋，并由潮汐加热保持温暖。与木卫2一样，土卫2现在被认为是寻找地球以外生命的主要候选人。天王星和海王星这2颗冰巨星离我们更远，天王星的轨道距离地球约29亿公里，海王星是距离我们太阳最远的行星。
平均距离约45亿公里。这些世界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太阳在它们的夜空中只显示为一个非常明亮的点，提供光亮，但几乎没有温暖。天王星是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侧着旋转，它的轴线倾斜了约98度，因此它基本上是绕着轨道滚动，而不是像其他行星那样直立旋转。这意味着在其84年的轨道周期中，有一段时间，地球的一个极点会持续数十年指向太阳。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极端的倾斜，但主流理论认为，数十亿年前，一个巨大的物体可能与地球大小相当，与天王星相撞，并将其撞倒。海王星是太阳系中风力最大的行星，其风暴风速超过每小时2000公里。1989年，旅行者2号飞掠而过时，拍摄了一个名为大黑斑的巨大风暴，其外观与木星的大红斑相似。但几年后，当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海王星时，大黑斑已经消失，新的风暴出现在了不同的位置。尽管海王星距离太阳很远，接受到的阳光也很微弱，但它的大气层却是动态变化的。旅行者2号是至今唯一近距离造访过天王星与海王星的太空船。它在发射9年后，于1986年飞越了天王星，并在1989年飞越了海王星。在海王星站，讯号延迟单程超过4小时。太空船与地球之间的完整对话，包括发送问题和接收答案，将耗时超过8小时。飞越海王星后，旅行者2号继续进入外太阳系，跟随旅行者1号进入星际空间。2艘太空船仍在传输数据，但随着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远，讯号也越来越弱。它们是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是携带着来自地球的声音和图像的金唱片的使者，是投掷到宇宙海洋中的漂流瓶里的信息。海王星之外是柯伊伯带，这是一个由冰冷天体组成的巨大环状区域，其中包括冥王星和厄里斯等矮行星。冥王星在2006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第9大行星，它距离太阳的平均距离约为59亿公里。冥王星最远距离地球约74亿公里。2015年7月，新视野号探测器飞掠冥王星时，它距离地球非常遥远，光线需要4个半小时才能完成这段旅程。这艘太空船经过9年半的飞行才抵达冥王星。冥王星在浩瀚的宇宙中持续移动了9年半，与更远的宇宙相比，它仍然被认为是太阳系内部区域的一部分。新视野号传回的照片揭示了一个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复杂和有趣的世界：巍峨的水山、冰山、但冰川、稀薄的大气层，以及一架激发大众想象力的新型飞机。但是由于距离遥远以及太空船发射器的功率有限，所有这些数据都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传回地球。在柯伊伯带之外是奥尔特云，这是一个由冰质天体组成的球形外壳，标志着太阳引力影响的真正外边界。奥尔特云从大约2000天文单位向外延伸到可能10万个天文单位。若用公里表示，外奥尔特云可能延伸到约15兆公里之外。以人类迄今最遥远的太空船旅行者1号为例，旅行者1号在1977年升空，此后它一直以每小时超过6万公里的速度向外远去。经过近半个世纪，它与地球的距离已经超过240亿公里。听起来很了不起，但当你意识到它只完成了到达外奥尔特云旅程的大约1/6时，你就会明白这有多微不足道了。如果旅行者1号继续飞行，还需要300年才能到达奥尔特云内部，它至少需要3万年才能离开外奥尔特云。
我们最快的星际信差穿越我们太阳系后院的时间，将比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还要长。还有一件事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即使是太阳系难以想象的遥远边界外奥尔特云，与最近的恒星相比仍然非常近。我们即将发现我们究竟有多孤立。第4章，40兆公里外最近的邻居。现在太阳已经缩成一颗普通亮星，可下一颗恒星仍然远得近乎残酷。我们即将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叫星际空间。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它是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中的一颗小型红矮星。比邻星是太阳之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距离大约40兆公里。若把40兆公里完整写出来，就是40后面跟着12个零。可即使看见所有数字，我们仍然很难真正感受到它有多远。到了这里，就连公里也几乎失去直觉意义。这些数字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们对我们的人类大脑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就是魏石模。天文学家在谈论星际距离时使用不同的单位。光年。光年是指光在1年内传播的距离。光以每秒接近30万公里的速度持续传播1年。1光年大约等于 9.46 兆公里。比邻星距离地球约 4.2 光年。听起来比较容易处理，不是吗？只有4又1/4这样的单元。但请记住光年代表着什么。光不是物质，但在真空中讯息不可能比光传得更快。它1秒能绕地球7圈半，前往比邻星却仍要4年多。让我透过一些比较来帮助你理解这种差距。以下是感受这种距离的一种方式。今晚当你观测比邻星时，假设你身处南半球，在那里可以看到它。进入你眼睛的光子是4年多前从那颗恒星发出的。比邻星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至少要再等4年多才能看见答案。假如比邻星附近真有一双眼睛，此刻正把望远镜朝向地球，他们看见的也只能是4年多以前的我们。跨越星际距离，彼此的现在永远无法同时抵达。跨越星际距离，当下只是一种幻觉，我们都活在彼此的过去里。即使借用帕克太阳探测器，接近每小时70万公里的峰值速度，前往比邻星仍需要6000多年。即使你从古埃及人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就开始你的旅程，你也到不了现在。你仍然在旅行，仍然在星际间的空旷中穿梭，距离目的地仍然有数千年之遥。换个角度思考，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约为384400公里，我们和比邻星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 1.05 亿个地月距离。如果把10500万段地月距离首尾相接，那条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路才勉强能把我们送到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包括比邻星其实是一个3星系统。半人马座 Alpha 星 A 和半人马座 Alpha 星 B 是2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它们每79年绕彼此运行1周。它们距离很近，用肉眼看就像南方天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比邻星是一颗体积小得多、亮度暗得多的红矮星，它围绕着这对双星运行，距离约为地球到恒星距离的13000倍。比邻星绕其伴星公转1周大约需要55万年。2016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围绕比邻星运行的行星，该行星位于宜居带内，那里的温度可能允许液态水在其表面上存在。这颗行星比邻星 B 质量只比地球略大，它是目前
已知距离我们太阳系最近且可能适合居住的行星。如果我们有朝一日研发出向其他恒星发射探测器或人员的技术，这很可能是我们首先会去的地方。但当我们谈论星际距离时，即使是接近这个词也具有误导性。自1977年以来一直在太空中飞行的旅行者1号，目前距离地球超过240亿公里。听起来很多，其实也确实很多。它位于日球层之外，日球层是太阳在其周围形成的带电粒子气泡。旅行者1号已经进入星际空间，但它走过的距离仍只有地球到比邻星的大约6/1000。如果方向真的对准比邻星，以目前尺度来看，这趟旅程仍只完成了极小的一点。如果太阳缩成一粒直径1毫米的沙，比邻星就是另一粒沙，它要放在7公里之外，2粒细沙中间隔着一整座城的距离，这才是恒星之间真正的空旷。恒星之间的空间几乎空无一物，如果把可观测宇宙中的普通物质全都压到接近地球的平均密度，它仍可能聚成一个横跨数光年的巨大球体。可和现在的宇宙相比，那已经小得像黑暗海洋中的一粒尘。大部分空间都是空旷的，构成行星、恒星和人类的原子，在浩瀚的虚无海洋中不过是微小的尘埃。当你仰望夜空时，你看到的是被数光年真空隔开的光点。宇宙的空旷如此彻底，以至于宇宙的平均密度只有每立方米大约6个氢原子。在我们继续向外探索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恒星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有何不同。恒星是由氢气和氦气组成的大气体球，依靠引力结合在一起，并由其核心的核融合提供能量。恒星中心的高温高压使得氢原子被迫结合在一起形成氦，并在这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向外扩散，以光和热的形式辐射到太空中。但并非所有的星星都生而相同，它们有各种尺寸、温度和颜色可供选择。红矮星是体积最小、温度最低的恒星，但它们仍然被称为恒星。它们的质量通常不到太阳质量的一半，最小的甚至只有太阳质量的8%。低于这个极限，核心的压力不足以维持氢聚变，就会形成褐矮星。这是一种失败的恒星，它会因残余热量而发出微弱的光芒，但不会真正发光。红矮星非常常见，我们银河系中大约70%的恒星是红矮星，但它们非常暗淡，尽管数量众多，却无法用肉眼从地球上看到它们。比邻星是一颗红矮星，巴纳德星也是如此。这些微小而寒冷的恒星燃烧燃料的速度非常缓慢，因此可以发光数万亿年。太阳将在大约50亿年后耗尽其氢，但红矮星在最后一颗类太阳恒星死亡后，仍将继续发光很长时间。像太阳这样的黄矮星大小居中，表面温度大约摄氏5500度，它们比红矮星少见，但比大恒星多见。太阳实际上被归类为巨型主序星，这使它位于恒星族群的中间位置。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一颗相当普通的星星，不太热，不太冷，不太大，也不太小。蓝巨星和超巨星是宇宙中体积最大、温度最高的恒星，最炽热的大质量恒星，表面温度可超过摄氏28000度。有些恒星的质量是太阳的数十倍。这些恒星燃烧得极快，也因此生命短得令人意外。红矮星的寿命可达数万亿年，而蓝超巨星可能只有几百万年的时间，就会爆炸成超新星。
参宿4，猎户座中那颗明亮的红色恒星，是一颗接近生命末期的红色超巨星，它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的700倍。如果把参宿4放在太阳系的中心，它将吞噬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的轨道，并延伸到小行星带之外。参宿4将在未来10万年内的某个时候爆发为超新星，届时人们可以在白天从地球上观测到它。大质量恒星死亡时会留下奇特的残骸。中子星是质量约为太阳8到25倍的恒星坍缩后的核心，核心发生剧烈坍缩，质子和电子被挤压在一起形成中子。中子星的直径可能只有20公里左右，质量却能超过太阳。一茶匙中子星物质的重量相当于地球上的60亿吨左右。黑洞是由质量最大的恒星死亡后形成的，这些恒星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25倍以上。当这些巨人倒下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的坍塌。依照广义相对论，坍缩会一路指向所谓的起点，但在那种极端尺度上，我们仍缺少完整的量子重力理论。真正可以确定的边界是事件世界，一旦越过，连光也无法返回。黑洞按定义是不可见的，但我们可以透过它们对附近物质和光的影响来探测它们。在距离地球约20光年的范围内，大约有130个已知的恒星系统，有些是像我们这样的独星，另一些则是双星系统。2颗恒星相互环绕，进行引力作用。有些是3联体系统，甚至还有更复杂的结构。巴纳德星是距离地球第2近的恒星系统，距离地球约6光年。它是一颗很小的红矮星，比太阳小得多，也暗得多。真正特别的是它在天空中的自行速度。巴纳德星正以比其他恒星快的速度向我们太阳系移动。相对于我们而言，速度约为每秒145公里。大约1万年后，它将比现在的比邻星更靠近我们。但即便如此，即使在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刻，它仍然会距离地球近4光年。恒星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即使恒星以极快的速度运动，也需要数千年才能显著改变其位置。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距离地球约 8.6 光年。今晚当你仰望天狼星时，你看到的是大约8年半前从那颗恒星发出的光。如果你今年25岁，今晚抵达眼前的天狼星光，大约在你16、17岁时便已经出发。今晚你看到的这颗天狼星是过去的天狼星，而不是现在的天狼星。天狼星其实是一个双星系统，我们看到的明亮恒星天狼星内，还有一颗名为天狼星 B 的伴星，它是一颗白矮星。白矮星是恒星耗尽核燃料后坍缩形成的残骸。天狼星 B 的大小与地球相仿，但质量几乎与太阳相当。白矮星物质被压缩得极其紧密，只取1茶匙，在地球上就可能重达数吨。这2颗恒星每隔50年绕彼此运行1周，在宇宙空间中因引力而紧紧相连。织女星是另一颗明亮的恒星，距离地球约25光年。如果你25岁，今晚仰望织女星，你看到的是那颗恒星在你出生那年发出的光芒。当那道光开始向地球飞来时，你还不存在。你的父母可能也曾仰望过那颗星星，看到25年前就已经消失的光芒。今晚我们看到的织女星是年轻的织女星，它向我们展示了这颗恒星在25年前的样子。距离与时间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天文学中最深刻的方面之一。因为光传播需要时间，所以每次看到远处的物体时，我们都是在看过去。事物距离越远，我们看到的就越是遥远的过去。
夜空是一台时光机，它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宇宙现在的样子，而是宇宙过去的样子。当我们继续向外探索时，我们开始遇到的不再是单一恒星，而是大量的恒星集合体、星团、星云，最终是星系。猎户座大星云是夜空中最著名的天体之一，在猎户座的箭状星座中可以看到一片模糊的光斑，它距离地球约1×344光年。今晚进入你眼睛的猎户座星云之光，大约在1300多年前便已出发。那时，欧洲仍在中世纪早期，查理曼甚至还没有加冕。猎户座星云是一个恒星育婴室，是一片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新的恒星在那里诞生。它的直径约为24光年，大到足以容纳数千个太阳系。在星云内部，重力将气体团拉向一起，使其升温，最终引发和融合，形成新的恒星。星云中可见的一些恒星只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与我们这颗45亿年前的恒星相比，宇宙中的婴儿简直太渺小了。昴星团又称七姊妹星团，是距离地球约444光年的疏散星团。今晚看见的昴星团之光，大约在440多年前离开那里。当时格里利刚开始在欧洲推行，在东方明朝仍处于万历年间，而那束光才刚踏上前往地球的长路。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现代世界才刚开始成型。那束光穿行了444光年，直到今晚才落进你的眼睛。蟹状星云是超新星爆发后的残骸。超新星是1054年地球上观测到的巨大的恒星爆炸。中国天文学家记录到一颗突然出现在天空中的克星，它亮度足以在白天被观测到，持续了23天。他们看到的是一颗正在死亡的恒星，它爆炸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它的光芒盖过了它所在星系中的所有其他天体。蟹状星云距离我们约6500光年，形成它的恒星。实际上在公元1054年之前约6500年就爆炸了，但那次爆炸发出的光花了那魔掌时间才到达地球。蟹状星云的中心是一颗脉冲星，它是一颗快速旋转的中子星，直径约20公里，但质量比太阳还要大。它每秒旋转约30次，向太空发射辐射光束，就像灯塔的光束一样。这颗曾经质量巨大的恒星的微小残骸，是宇宙中最极端的物体之一。它的密度非常大，一茶匙中子星物质在地球上的重量约为60亿吨。第5章：银河深处那片看不见的阴影。一颗恒星已经不够大，我们要再退一步，看看容纳太阳与数千亿颗恒星的银河城市。现在，我们要把视野再往外拉，直到整个银河系都能被放进同一幅图景。在远离城市灯光的漆黑夜晚，你可以看到银河像一条苍白的光带横跨天空，这是数千亿颗恒星汇聚而成的光芒。它们数量如此众多，距离如此遥远，以至于它们模糊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发光的河流。当你仰望银河系时，你实际上是在透过我们星系的圆盘进行观察。你视线范围内看到的星星数量之多，你永远无法数得清。星系一词源自于希腊文中表示牛奶的字 Galaxias， 银河系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古人抬头仰望，看到这道光河，想象它是神灵将牛奶倾洒在天际，他们根本无从得知那究竟是什么。直到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银河系，人们才意识到它是由无数颗单独的恒星组成的。这些恒星太暗太多，肉眼无法单独看到。银河系是一个棒旋星系，明亮圆盘的直径
大约10万光年。让我来帮你理解一下这代表什么。如果你能以光速旅行，每秒接近30万公里，那么你需要10万年才能从银河系的一端到达另一端。当现代人类首次离开非洲时，从银河系边缘发出的光线，现在才刚到达银河系的另一端。这就是我们银河系的大小。棒旋星系中心有一个由较老恒星组成的凸起，其中贯穿棒状结构。从这个棒状结构出发，螺旋臂向外延伸，其中包含较年轻的恒星、气体和尘埃。如果你能从空中俯瞰银河，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风车。明亮的旋臂从发光的中心向外螺旋延伸。银河系包含大约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确切的数字无法确定，因为我们身处银河系之中，就像站在森林中央，试图数清森林里所有的树木。灰尘阻挡了我们多方向的视线，暗淡的恒星很难探测到，但据最佳估计，光是我们银河系中就有大约2000亿到3000亿颗恒星。如果你每秒数一颗星星，而且从不睡觉、吃饭或做任何其他事情，那么你需要超过8000年的时间，才能数完我们银河系中的所有星星。而这只是可观测宇宙中数兆个星系中的一个。太阳位于银河系的一条悬臂上，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000光年。我们现在位于所谓的猎户臂，有时也称为猎户座之臂，它是位于较大的射手臂和英仙臂之间的一条相对较小的光环臂。当你望向人马座时，你看到的是银河系的中心，那里恒星、气体和尘埃密度极高，闪耀着数十亿颗太阳共同的光芒。在我们银河系的中心潜伏着一个非凡的存在，一个名为人马座 A 星的超大质量黑洞。它包含了大约400万个太阳的质量，却挤进了一个比水星轨道还小的区域。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最奇怪的预言之一。几十年来，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数学上的奇特现象，在真实宇宙中并不存在。但过去几十年的观测证实，黑洞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很常见。由大质量恒星死亡形成的恒星级黑洞，散布在整个银河系中，在包括我们所在的星系在内的大多数大型星系的中心，存在着像宇宙排水沟一样的超大质量黑洞，它们影响着周围的一切。人马座 A 星于1974年首次被发现，它发出来自银河系中心方向的强烈电波辐射。几十年来，天文学家研究了围绕着这个看不见的天体运行的恒星，以越来越高的精度测量它们的速度和路径。有些恒星围绕着黑洞运行的距离非常近，以至于它们只需几年时间就能完成一次公转，速度高达每秒数千公里。2020年，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泽尔与安德烈亚·盖兹因为长期追踪银河系中心的恒星轨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22年，世界望远镜合作组织发布了人马座 A 星的第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了黑洞的阴影，以及周围发光的超高温气体环。当然，黑洞本身是看不见的。黑洞由其事件世界定义，事件世界是任何物体都无法逃脱的边界，甚至连光也无法逃脱。但是，落向黑洞的气体被压缩并加热到数百万度，发出耀眼的光芒，然后越过事件世界永远消失。事件世界望远镜捕捉到了这道围绕着黑暗阴影的发光光环。尽管人马座 A 星质量巨大，但就超大质量黑洞而言，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它并没有积极消耗大量物质，也没有像其他一些星系那样产生强大的能量喷流。但这里并非一直如此平静。有证据表明，
数百万年前，人马座 A 星曾经历过一段活跃期。如果足够多的气体，甚至一颗不幸的恒星坠落到它附近，它可能会再次活跃起来。我们从银河系中心附近的恒星接收的光，是这些恒星在26000年前发出的。当那道光开始它的旅程时，人类仍生活在冰河时期。我们当时使用的是石器工具，我们当时在猎捕猛犸象和巨型地懒，农业尚未被发明。当时没有永久定居点，没有城市，没有国家。我们所认为的一切文明，都是在银河系中心的光线向我们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太阳以每小时大约80万公里的速度绕银河系中心运行，这听起来快得惊人，以人类的标准来看，确实如此。以这样的速度，你可以在大约19秒内从纽约到达洛杉矶。但是，由于银河系非常庞大，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运行，完成一次公转也需要大约 2.3 亿年。上一次太阳位于银河系目前的这个位置时，地球上的恐龙才刚开始进化，它们会崛起成为统治者，统治地球超过 1.6 亿年，在6600万年前灭绝。哺乳动物最终会取而代之并繁衍出人类。这一切都发生在绕银河系一周的时间里。科学家把太阳绕银河系一周的时间称为一个银河年。地球的年龄大约相当于20个银河年，也就是说，太阳自形成以来，大约只绕银河系走过20圈。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太阳系的整个历史都已展开，从行星的形成到生命的出现，再到人类的演化。从银河系的角度来看，这几乎只是很短的时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能让我们更能理解之前发生的一切。第6章，仙女座来信，宇宙网浮现。银河系不是宇宙的全部，它甚至不是一座孤岛。当视野继续拉远，星系汇聚成群，群又连成一张巨网，我们将彻底离开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去看看银河系之外的世界。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型星系是仙女座星系，它也叫梅西耶31。在晴朗的夜晚，你可以用肉眼看到仙女座中一小块模糊的光斑，它看起来很小很远，但实际上它是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的最遥远的物体。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约250万光年，250万光年。今晚当你凝视仙女座星系时，进入你眼中的光线，其旅程始于早期人类祖先在非洲开始使用石器工具之时，能人 Homo habilis 正在出现。他们是人属的第一批成员，他们不可能知道从遥远的星岛上发出的微弱光芒有一天会到达数百万年后，站在未来星球上的后代的眼前。要感受这种距离，请想想这一点。假如从宇宙诞生开始，每一年只眨一次眼，到今天也已眨过大约138亿次。宇宙存在的每一年都是一眨眼的时间。现在想象一下，你要以光速穿越到仙女座星系的距离，而你在旅途中每年只能眨一次眼，你眨眼250万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即使以物理学允许的最快速度，这段旅程所需的时间将超过整个人类进化的时间跨度。仙女座星系比银河系更大，可能包含1兆颗恒星，而我们银河系只有几千亿颗，它的直径约22万光年，是我们银河系直径的2倍多。如果我们的眼睛够灵敏，能够看到仙女座星系在夜空中的完整范围，它看起来大约是满月的6倍宽。它非常巨大，但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我们用肉眼只能看到它明亮的中心凸起部分。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一样，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仙女座星系的黑洞比我们的黑洞质量还要大，质量约为1亿个太阳质量，而银河系的黑洞质量约为400万个太阳质量。这个庞然大物静静栖息在仙女座星系的中心，它的引力影响着周围无数恒星的运动，这真是非同寻常。仙女座与银河系正彼此接近，速度大约每小时40万公里。数十亿年后，两个大型星系可能近距离交汇，甚至最终合并。确切结果仍取决于它们的速度、方向，以及周围星系带来的引力扰动。这两个星系将在数亿年的时间里合并，它们的恒星将在宇宙中翩翩起舞，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天文学家已经给它起了个绰号叫牛奶星团 Milk Dromeda， 有时也简称为奶团 Milkomeda。 但不用担心碰撞的事，尽管有碰撞这个词，但恒星之间的实际碰撞非常罕见，因为恒星之间相距甚远。还记得我们之前用沙粒做比喻的例子吗？星星就像沙粒一样，彼此之间相隔数公里的空旷空间。当这两个星系相互穿过时，与其说是两辆汽车相撞，不如说是两群蜜蜂互相穿过。恒星会因引力作用而分散和重组，但它们之间广阔的空旷空间将保持空旷。到那时，地球上的生命如果仍然存在，可能根本不会直接察觉到这次碰撞。随着这两个星系逐渐融合，夜空将在数百万年内缓慢变化，但不会发生任何突发灾难。在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之间，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虚空，超过200万光年的距离，几乎空无一物。一些矮星系漂流在这个空间中，它们是包含数百万或数十亿颗恒星的小型星系群，但与巨大的螺旋相比，它们简直微不足道。星系际空间的大部分是真空，比我们在地球实验室中能创造的任何东西都要空旷，平均每立方公尺可能只有1个原子。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是本星系群中最大的2个成员。本星系群是由80多个星系透过引力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本星系群跨越约1000万光年。其他成员包括三角座星系，一个距离地球约300万光年的螺旋星系，和数十个较小的矮星系。其中一些矮星系实际上像卫星绕着行星运行一样绕着银河系运行。大麦哲伦星云和小麦哲伦星云是2个从南半球可见的矮星系，它们实际上是银河系的卫星星系，受银河系引力束缚，最终将在未来数十亿年内与银河系合并。大麦哲伦星云距离地球约16万光年。当你从南半球的黑暗地点观察它时，你看到的是冰河时期留下的光。当时猛犸象在北方大陆上漫游。在本地星系团之外，宇宙展现出其真实的结构。星系并非随机散布在宇宙空间中，它们组织成一张巨大的丝状物和墙壁网络，围绕着几乎空无一物的巨大空洞。星系团是由数百或数千个星系透过重力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距离地球约5400万光年的室女座星系团包含2000多个星系，它体积非常庞大，其引力会影响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本星系团。本地星系团并非孤零零地漂浮在太空中，它是室女座超星系团的一部分。室女座超星系团是由许多星系群和星系团组成的集合体，横跨约 1.1 亿光年。室女座超星系团的核心是室女座星系团，这是一个由2000多个星系组成的庞大集合体，距离地球约5400万光年。今晚我们看到的来自室女座星系团的光芒开始它的旅程时，恐龙已经灭绝了大约1200万年。
但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才刚开始出现。我们遥远的祖先是体型很小，像渠鲸一样的生物，它们在热带森林中攀爬，它们根本无法想象，来自遥远星系的光芒有一天会到达它们后代的眼前。室女座星系团主要由几个巨大的椭圆星系组成，其中包括已知质量最大的星系之一梅西耶87星系。梅西耶87星系包含数兆颗恒星，其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约65亿个太阳质量，那比我们银河系中心黑洞的质量还要大1000倍以上。2019年，世界望远镜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张黑洞照片，而它正是梅西耶87星系中的这个庞然大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射手座 A 星。影像显示，一圈炽热的气体环绕着一个黑暗的阴影，那就是事件世界本身，任何越过它的东西都将无法返回。室女座星系团质量非常大，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引力，包括我们所在的本星系团。宇宙整体虽然在膨胀，附近星系仍会受到室女座星系团与更大尺度结构的引力牵引。这些额外运动被天文学家称为特异速度，以今天的科技，我们根本不可能抵达那里，但它造成的引力流动仍能在星系速度的地图上被测量出来。在室女座超星系团之外，我们发现了更大的结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于2014年被发现，它是一个巨大的结构，包含约10万个星系，分布在 5.2 亿光年范围内。银河系位于拉尼亚凯亚 Laniakea 的外围。拉尼亚凯亚在夏威夷语中意为浩瀚的天堂，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些利用天文知识探索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航海家而起的。2014年，布伦特·塔利领导的团队利用附近星系的距离与运动，描绘出拉尼亚凯亚这片巨大的引力流域。他们发现，我们所在的宇宙角落里的所有星系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点巨引源流动。巨引源是隐藏在我们银河系盘面后面的一个引力增强的区域，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巨引源，因为银河系的尘埃和恒星挡住了我们朝那个方向的视线，但我们可以探测到它对我们周围星系运动的影响。但拉尼亚凯亚仍不是地图的终点，星系超星系团进一步组织成更大的结构，称为丝状结构。这些是绵延数亿光年的庞大星系丝，环绕着被称为空洞的巨大空旷区域。这种被称为宇宙网的结构，从最大尺度上看，几乎就像一块海绵，物质集中在薄壁和细丝中，围绕着大部分是空的泡状结构。有些研究曾提出，赫拉克勒斯北冕座长城可能是超大型结构候选体，它的尺度大得惊人，也因此引来持续争论。有些被提出的超大型结构候选体尺度可达数十亿光年，但它们是否构成真正连续的物理结构，至今仍有争议。如果这个候选结构真有接近100亿光年的连续尺度，就连光也要用近100亿年才能穿越。当那道光开始它的旅程时，太阳和地球都还不存在，我们的太阳系还要再过55亿年才会形成。早期宇宙与现在截然不同，它更年轻、更致密，充满了仍在形成和演化的星系。宇宙空洞比丝状结构还要奇特，这些空间区域通常跨度达数亿光年，几乎完全不包含任何星系。木夫座空洞于1981年被发现，直径约 3.3 亿光年，其包含的星系数量远少于同等大小区域所预期的数量。如果银河系位于木夫座空洞的中心，那么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都会认为宇宙中只有银河系，因为如果没有极其强大的望远镜，
我们就看不到其他星系。宇宙空洞和丝状结构的存在，向我们揭示了早期宇宙的一些深刻秘密。宇宙网并非随机形成，这是早期宇宙中微小密度变化的结果，也是大爆炸后物质分布波动的结果。密度略高于平均的区域透过重力吸引了更多物质，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丝状结构和星系团。密度稍低的区域会向邻近区域流失物质，最后变成空洞。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构是那些原始波动留下的化石印记，经过数十亿年的宇宙演化而被保存和放大。此时我们需要讨论一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宇宙距离理解的事情。宇宙正在膨胀。第7章930亿光年的世界。接下来距离不只会变大，空间本身也开始移动。而在最远处等待我们的是一堵由时间铸成的雾墙。1929年，天文学家艾德温·哈勃做出了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注意到遥远的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越远，远离的速度就越快。这并非因为星系正飞速远离我们，这是因为空间本身在膨胀、延伸，并将星系一起带向外扩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面包发酵过程中放入的葡萄干。葡萄干并没有在面团中移动，而是随着面团膨胀，葡萄干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面包一侧的葡萄干看到其他葡萄干都在远离它，而距离较远的葡萄干看起来移动得更快，因为它们之间有更多的面团可以膨胀。此次扩张意义深远。如果空间现在正在膨胀，那么在过去，万物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如果把时间倒流够远，你会到达这样一个点：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集中在一个极其炽热、密度极高的状态。这是宇宙大爆炸，我们所知的宇宙的起源，大约发生在138亿年前。空间膨胀也意味着非常遥远的物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远离我们。事实上，光线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无论我们等待多久，某些物体发出的光线都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宇宙中存在着一道世界，它不是墙，却画出某些讯息永远无法抵达的边界，因为我们与那些遥远区域之间的空间膨胀得太快，让它们今天发出的光永远追不上我们。这听起来似乎违反了物体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的规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星系本身在太空中的运动速度并不比光速快，真正改变的是星系之间的空间尺度。广义相对论并不禁止空间以这种方式扩张，这是一个细微但至关重要的区别。那些星系在局部空间中的运动依然受光速限制，可是跨越极大距离后，空间的累积膨胀可以让它们与我们的退行速度超过光速。可观测宇宙是指自宇宙大爆炸以来，光线有时间到达我们所在的宇宙区域。这并非整个宇宙，就我们所知，宇宙可能是无限的，这只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部分，是我们宇宙世界之内的部分。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约为460亿光年。等一下，你可能会想，如果宇宙只有138亿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能看到460亿光年以外的物体呢？光线还来不及传播那么远。答案是空间的膨胀。数十亿年前，当光线从那些遥远的天体发出时，它们离我们比现在近得多。但是，当光线向我们传播时，空间却在膨胀，将我们和那些物体越推越远。光线最终会到达我们这里。
但发出光线的物体现在比光线离开它们时要远得多。你可以这样想，想象一下，你正走在一张橡胶垫上，垫子的另一端有人向你丢了一个球。当球在空中时，有人拉伸橡胶片使其变长，球最终会传到你这里。但丢球的人现在离你比丢球时远得多。球不必飞完全程，它只需要穿过运动过程中存在的空间。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最遥远的物体发出光的时间，大约在138亿年前，也就是宇宙大爆炸后不久。但由于宇宙空间一直在膨胀，这些天体现在距离我们大约有460亿光年远，因此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若勉强换算成公里，必须在数字88后面再接上22个零。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对人类思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我们可以用它来计算，但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为了体会这个数字，想象一下历史上所有曾经生活过的人类，大约有1000亿人。现在想象一下这些人一个接一个活到了80岁，那相当于人类存在的8兆年，从头到尾算起。你需要堆叠大约7000万条完整的人类时间线，每条时间线包含1000亿条生命，才能达到光穿越可观测宇宙所需的时间。我们正在使用我们大脑原本无法处理的单位来进行测量。在可观测宇宙中，估计存在2兆个星系，每个星系都包含数十亿甚至数兆颗恒星。依照不同模型推算，可观测宇宙中的恒星总数可能接近2后面跟着23个零。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日常语言可以承受的重量。恒星总数甚至可能比地球所有海滩上的沙粒还多。恒星的数量比宇宙大爆炸以来经过的秒数还要多。星星多到数不清，即使每秒数100万颗，数完仍然需要60多亿年。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恒星中的大多数都有行星。根据克卜勒太空望远镜和其他行星搜寻任务的数据，天文学家估计宇宙中平均每颗恒星至少有1颗行星。许多恒星拥有多颗行星，有些恒星或许没有行星，但是如果把所有行星都算进去，可观测宇宙中的行星数量可能和恒星数量一样多，或许更多。那可能是2后面跟着23个零的潜在世界。在其中某些世界，生命或许曾经出现，文明或许曾经兴起又悄然消失，也可能有另一双眼睛正仰望夜空，问着和我们相同的问题。这些数字令人震惊，难以理解。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于2022年开始运行，已经探测到宇宙早期历史中的星系。有些星系存在于宇宙只有几亿年历史的时候，不到宇宙现在年龄的 5%。 我们看到的这些星系是130多亿年前的样子，是宇宙的幼年时期。那时第一批恒星和星系才刚开始形成。来自这些古老星系的光线几乎经历了整个宇宙历史的漫长旅程。当那道光开始它的旅程时，还没有地球，没有太阳，也没有我们所知的银河系。宇宙年轻而混乱，充满了氢气和氦气。它们坍缩成第一批恒星，其中一些恒星的质量是今天太阳的数百倍。这些第一批恒星寿命短暂，以超新星爆发的形式死亡，并将较重的元素播撒到宇宙中，最终使行星和生命成为可能。我们所能看到的最遥远的东西，既不是星系，也不是恒星，而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本身的余晖。在早期宇宙中，一切都非常炽热和致密，物质和能量基本上可以相互转化。由于温度太高，原子无法存在，电子无法与原子核结合，
宇宙中充满了等离子体，一种由带电粒子和辐射组成的混合物，它们混合在一起，不断地相互作用。然后在大爆炸后大约38万年，宇宙冷却到足以形成原子，电子与原子核结合形成氢原子和氦原子，这产生了显著的后果。原本不断被带电粒子反射的辐射突然自由了下来，它可以在太空中传播而不被散射或吸收。138亿年来，这种辐射一直在传播，随着空间的膨胀，辐射也随之拉伸，波长越来越长，温度从数千度下降到仅比绝对零度高 2.7 度。如今我们探测到的，它是来自天空各个方向的微波辐射。当我们观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时，我们看到的是宇宙大爆炸后38万年的样子。我们正回望过去，回到整个宇宙还是一片炽热的迷雾，比今天任何一颗恒星的表面都要热的时代。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模式，即温度的微小变化，仅为10万分之一，告诉我们早期宇宙的结构，并使我们能够以惊人的精度计算宇宙的年龄和组成。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起源表面称为最后散射表面，它现在距离我们大约460亿光年，位于可观测宇宙的边缘。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并非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而是因为在此之前宇宙是不透明的，光无法自由穿过它，旁浮有一堵雾墙将我们包围，我们只能看到雾气所允许的范围。可观测宇宙之外是什么？这是宇宙学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而诚实的答案使我们无法确定。大多数宇宙学家认为宇宙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观测到的范围。宇宙或许是有限的，但却是无限的，就像球体的表面一样，你可以在球面上永远走不完一圈，但球面的面积仍然是有限的。或者宇宙可能是真正的无限的，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可观测宇宙只不过是无垠宇宙海洋中的一个微小气泡。宇宙中还存在其他区域，与我们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以至于来自那里的光永远无法到达我们。其中包含其他星系、其他恒星，或许还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所有这些都永远超出了我们观察或接触的能力范围。有些理论甚至走得更远。永恒膨胀的概念表明，我们的整个宇宙可能只是无限宇宙泡沫中的一个气泡。每个宇宙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定律。这种多元宇宙观点仍带有高度推测性，它从某些早期宇宙模型中自然浮现，却尚未得到直接观测证据。无论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论宇宙是一个还是多个，可观测宇宙是我们能够直接体验到的一切。我们被限制在自己的宇宙世界之内，只能看到有限的存在空间，周围是浩瀚无垠的宇宙。我们只能想象，却永远无法探索。1998年，两组研究超新星的天文学家撞见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宇宙的膨胀速度并没有像大多数科学家预期的那样减慢，反而正在加快。科学家把造成加速膨胀的未知成分暂时称为暗能量。依照标准宇宙学模型，它约占宇宙总质能的8%。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答案，其实只是一张写着未知的标签。在宇宙最大尺度上，这股效应正在压过物质引力造成的减速。如果暗能量真是恒定的真空能，加速膨胀就会主宰遥远未来。但近年的观测也出现暗能量可能随时间演化的线索，证据尚未达到定论。宇宙最后会走向哪一种结局，悬念仍然没有揭晓。
这对遥远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数十亿年后，随着宇宙空间的膨胀，所有其他星系都将超越我们的宇宙视野。在那之前，仙女座与银河系可能先经历近距离交汇，甚至在漫长引力作用下合并。本星系团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参与这场缓慢重组，但最终其他一切都将被空间的膨胀所带走，即使以光速远离，也无法弥补差距。生活在遥远未来的文明仰望夜空，看到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星系，他们根本无从得知其他星系的存在。宇宙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空旷虚空中的一座由恒星组成的孤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证据，例如望远镜中可见的数十亿个星系、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宇宙的膨胀历史，所有这些都将是不可见的，它们会被无情的空间膨胀带到宇宙世界之外。我们生活在宇宙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是一个我们还能看清宇宙足够多的部分，从而拼凑出它的历史和未来的时代。未来的文明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穿越宇宙如此遥远距离的光，不仅告诉我们关于空间的讯息，也告诉我们关于时间的资讯。当我们看着月亮时，我们看到的是它1秒钟05秒钟前的样子。太阳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4年前离我们最近的恒星，26000年前我们银河系的中心，250万年前的仙女座星系，138亿年前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夜空是一台时光机，我们看向每一个方向，看到的都是过去。我们看得越远，看到的就越遥远。我们所能探测到的最遥远的光线，几乎经历了整个宇宙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宇宙早期的样子。这一切，我们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在宇宙中的地址是什么？你现在身处地球，地球是距离太阳第3近的行星，地球位于太阳系中，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数千亿个恒星系统中的一个。银河系位于本星系群中，本星系群是由一小群星系组成的。本星系群位于室女座超星系团中，室女座超星系团位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内，而拉尼亚凯亚星是构成可观测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庞大宇宙网中的一条细丝。如果能将视野拉远到足以一次性看到整个可观测宇宙，地球将不可见，我们的太阳系将不可见，我们的星系将只是一个光点，是散布在一个直径930亿光年的球体上的2兆个光点之一。我们很小，小的难以想。整个人类文明史，我们建造的一切，我们打过的每一场战争，我们创作的每一件艺术作品，我们取得的每一项科学发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围绕着一颗普通恒星运行的小行星上，而这颗恒星位于数兆个星系中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宇宙不会注意到我们，它不在乎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我们的成功和悲剧。我们只是浩瀚宇宙中短暂的一时闪现，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只存在一瞬间。然而，还有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我们到了，我们存在，我们是由数十亿年前爆炸的恒星核心中锻造的原子构成的。碳来自恒星核心，氧来自超新星爆发，铁来自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我们确实由星辰构成，是宇宙138亿年演化史中暂时醒来的一部分。我们是宇宙认识自身的一种方式，我们是宇宙在检视自身、思考自身的存在。在星系之间冰冷的黑暗中，偏偏有一颗小小的世界，让物质组织成能思考、能感受，
也能仰望自己的生命，真是了不起，这真是非同寻常。无论我们多么渺小，这都具有一定的价值。第8章，黑暗之中还有谁在回答？我们已经看见宇宙的边界，现在问题反过来望向我们，如此广阔的宇宙，为什么安静地听不见任何回答？考虑到宇宙的浩瀚，我们孤独存在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2兆个星系，每个星系都有数千亿颗恒星，其中许多恒星都拥有行星。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即使只有极小一部分行星孕育了生命，即使只有极小一部分生命发展出了智慧，宇宙中也应该充满了文明。然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人的证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经科学验证的外星讯号，没有确认外星科技的可靠证据，也没有能证明星际访客到来的材料。宇宙似乎一片寂静。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以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的名字命名。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人都去哪里了？自从费米在1950年的一次午餐谈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费米悖论一直困扰着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果宇宙如此浩瀚古老，如果生命和智慧如此普遍，那么科技先进的文明应该在数百万年或数十亿年前就出现了，它们中的一些应该已经扩散到整个星系，我们应该能看到它们存在的证据，即使那证据只是它们技术产生的电磁噪音，但我们没有。几十年来，人类用越来越灵敏的设备扫描大片天空与大量恒星，我们寻找狭窄而规律的无线电讯号，寻找不像自然天体会发出的痕迹。可是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可以重复验证的答案。寂静得令人窒息。光年或许是答案的一部分。恒星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以至于它们可能构成接触的根本障碍。人类的无线电波已向外扩散大约1个世纪，最早的讯号理论上已越过近100光年的距离，但讯号会迅速变弱，并不代表那里的文明一定能听见。这听起来很多，但我们的银河系直径有10万光年，我们的讯号覆盖了半径100光年、直径10万光年的星系中一个球体，那只是我们银河系的一小部分，更不用说整个宇宙了。即使是这些讯号，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也逐渐减弱，它们行进的距离越远，扩散的范围就越广，能量也扩散到越来越大的范围。当我们的电视讯号到达几十光年外的恒星时，讯号已经非常微弱，几乎不可能在太空背景噪音之上被侦测到。即使拥有极其灵敏的设备，任何试图探测到我们的外星文明，也需要强大的射电望远镜，以正确的频率在正确的时间指向我们的确切方向，才能接收到我们的讯号。即使我们探测到来自其他文明的讯号，沟通也会非常缓慢。向50光年外的文明发送讯息需要50年才能到达，他们的回复又过了50年才送到我们这里。单次资讯交流就可能持续1个世纪。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你的曾孙辈或许会得到答案。这并非我们可以透过更好的工程技术来克服的技术限制。这是物理学的一条基本定律，没有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能超过光速，而光本身在宇宙尺度上也极为缓慢。宇宙的运行速度限制可能会使智慧文明永远孤立，每个文明都独自发展，独自提出问题，最终独自消亡，永远不会知道宇宙中是否有其他文明存在。对于这种沉默，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或许智慧生命极为罕见，也许从非生命物质跨进生命的第一步，
本身就罕见的超乎想象。我们只有地球这一个样本，还无法替它算出可靠几率。或许，从简单的生活过渡到复杂的生活才是最困难的部分。在多细胞生命出现之前，地球上已经存在单细胞生物数十亿年了。从细菌到动物的转变，或许才是真正困难的一步，是大多数生命体永远无法通过的筛选。或许文明在能够向星际扩张之前，往往会自我毁灭。人类发明核武器还不到1个世纪，它曾在战争中被使用，也曾在冷战危机里把世界推进更大规模的毁灭。气候变迁威胁着我们星球的宜居性。从人工智慧到生物技术，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我们才刚开始了解。如果大多数文明在发展出先进技术后的几个世纪内就自我毁灭，那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讯号。或许我们是首批这样做的人之一。宇宙大约有138亿年的历史，可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建造岩石行星与复杂生命所需的元素还来不及大量形成。第一代恒星几乎完全由氢和氦构成研制行星和生命本身所需的较重元素，如碳、氧、氮、铁，是在恒星的核心中产生的，并在恒星爆炸时散布到宇宙各处。这些因素的累积需要时间，重元素需要一代又一代恒星锻造，岩石行星需要时间聚合，生命需要进化。或许我们是最早出现的文明之一，也许我们不是来得太晚，而是来得很早。宇宙日后是否会遍布智慧生命，现在没有人知道。或许我们真的只是孤身一人，或许智慧科技生命的出现极为罕见，以至于在可观测宇宙中只发生过1次，或者只有寥寥几次，而且2次发生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于彼此之间几乎不可能接触。我们不知道，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但搜寻工作仍在持续，射电望远镜扫描天空，寻找人造讯号；太空望远镜寻找遥远行星上的生命迹象。每一次发现，都让我们对宇宙以及在宇宙中的位置有更深入的了解。未来会怎样？如果我们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我们的后代仰望天空时会看到什么？大约50亿年后，太阳将耗尽其核心的氢燃料，并开始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它将膨胀到目前体积的约200倍，吞噬水星和金星，甚至可能吞噬地球。即使地球没有被彻底摧毁，它也会被烧成灰烬。所有的水都会蒸发殆尽，所有的生命都会灭绝。但这还要等到50亿年后。人类存在至今只有大约30万年，文明的历史只有大约1万年。50亿年是一个几乎难以想象的时间跨度。如果人类或我们的后代能够存活哪怕一小部分时间，我们就能遍布整个银河系，甚至可能到达其他星系。在太阳变成红巨星之前很久，由于恒星亮度逐渐增加，地球就会变得不适合居住。太阳每1亿年亮度大约增加1%，大约10亿年后，它的亮度将足以蒸发掉地球上的海洋，终结我们所知的生命。这给了我们10亿年的时间，来弄清楚如何在地球之外生存。前提是我们不会先自我毁灭。大约45亿年后，仙女座星系将与银河系相撞。数亿年后，这2个星系将会合并，它们的恒星会像2群萤火虫相互穿梭一样混合在一起。随着合并后的星系最终定型，夜空将焕然一新，充满新的恒星和新的结构。碰撞过程中，2个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最终会螺旋式的靠近并合并。
这次合并将以重力波的形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重力波是时空结构中的涟漪，将在宇宙中传播，最终形成的星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它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悬臂，但包含了2个原始星系的所有恒星。数百亿年后，宇宙加速膨胀会将所有其他星系带出我们的宇宙世界，夜空将变得空无一物，只留下我们所在的星系群，即银河系及其邻近星系合并后的残余部分，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黑暗空旷的宇宙中。想象一下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未来天文学家，他们仰望夜空，看到的只有自己的星系，其他星系的一切都将消失，被宇宙膨胀带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会发生红移，波长变得非常长，以至于无法侦测到。未来的天文学家将无从得知其他星系曾经存在过，无从推论宇宙的膨胀，无从了解大爆炸或宇宙的真实历史。他们会在思想上与世隔绝，被困在一个孤岛般的宇宙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宇宙之外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生活在宇宙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足够多的宇宙景象，从而拼凑出它的历史和未来的时期。未来的文明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现在看来如此清晰的证据，最终将会消失，隐藏在不断扩张的宇宙世界之外。数万亿年后，最后一颗恒星也将熄灭，星光时代终将结束，宇宙将进入漫长而寒冷的衰退。红矮星燃烧燃料的速度最慢，它们将是最后消失的恒星，但最终，即使是它们也会耗尽氢气，最终消失。黑洞将是最后幸存的大型天体，它们会透过一种称为霍金辐射的过程慢慢蒸发。这种辐射是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1974年预测的。这种辐射速度极其缓慢，质量与太阳相当的黑洞，大约需要10的67次方年才能完全蒸发。那是一个一后面跟着67个零的年。宇宙目前约138亿岁，和这种时间尺度相比，它年轻的像刚眨过一次眼。有些大统一理论预测质子终会衰变，但人类至今没有观测到任何一次。如果它真的会发生，普通物质也将在难以想象的岁月后逐渐瓦解。如果不会，宇宙晚年的故事又会走向另一条路。宇宙的温度将接近绝对0度，时间将无限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也将结束。宇宙的遥远未来是寒冷、黑暗和孤独的，但那是遥远的未来。我们生活在宇宙的黎明，一个群星依旧闪耀，星系依旧璀璨，至少在一个星球上仍然存在生命的时代。我们有幸来到这里，目睹宇宙的壮丽，并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那么，宇宙的尺度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在浩瀚宇宙中的位置？有些人觉得宇宙的规模令人沮丧，他们望着数十亿光年的空旷宇宙，望着我们无法触及的数兆个星系，望着光速带来的根本孤立感，他们感到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理解这种反应。当你真正思考宇宙有多么浩瀚，当你真正试图理解光年意味着什么，或者一个典型的星系中有多少颗恒星时，你会感到不知所措，你会感到迷失，仿佛漂浮在一片空虚的海洋中，海洋不会注意到你，也不会在意你的存在。但我认为还有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的，我们规模很小。是的，宇宙浩瀚无垠，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是的，我们生活在银河系一个安静角落，栖身于一颗微小行星，而可观测宇宙中的星系至少有数千亿
甚至可能更多。但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存在。我们可以抬头仰望天空，并对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提出疑问。我们可以建造望远镜，发射太空船，并根据到达我们眼睛的光线拼凑出宇宙的历史。想想，这简直是个奇迹。在这个渺小星球的浩瀚宇宙中，物质已经组织成能够思考、惊奇、爱和创造的形式。数十亿年前在恒星垂死之际锻造的原子，以某种方式排列组合成能够理解自身起源的生命体。这并非微不足道，真是奇迹。我们是宇宙在思考自身，由星辰构成，有能力理解星辰。我们是宇宙在探寻自身的存在。据我们所知，我们可能是整个太空区域内唯一这样做的人。宇宙的尺度让我们对自身的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知。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重要的事情，像是冲突、焦虑和挫折，其实都发生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暂时的、局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但记住更大的背景会有所帮助。当你因为截止日期而感到压力，担心一段感情或焦虑未来时，有时走到户外仰望星空会有所帮助。记住，你现在站在浩瀚宇宙中，围绕着一颗普通恒星运转的一块小石头上。请记住，进入你眼睛的光线已经经过数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到达你这里。记住，你是比你自身或你的问题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宇宙的浩瀚也提醒我们，我们拥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同处一个星球，我们都由相同的原子所构成，我们都仰望着相同的星空。我们划定的界限，我们强调的差异。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都只是乘坐着一颗小小的岩石穿梭于浩瀚的宇宙时，它们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我们不是不同的国家或部落，我们是同一个星球上的同一物种，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我们共享同一片天空，我们拥有相同的起源故事：宇宙大爆炸、恒星的形成、重元素的产生、太阳系的诞生、地球上生命的出现。我们都是表亲，都是数十亿年前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第一个生命的后代。我们都是由曾经存在于恒星内部的原子所构成的。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仰望星空的星辰。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如果我们孤立无援，或者因为与其他文明的距离如此遥远而实际上孤立无援，那么我们就肩负着独特的责任。我们或许是宇宙这一区域内唯一能够理解我们所现之物的智慧生物。在方圆数光年之内，只有这种意识能够思考宇宙并欣赏其美丽。这反而使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而不是更不重要。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科学发现，在我们所在的宇宙角落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创作的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可能是方圆数兆公里内唯一的艺术作品。每一个善举，每一个充满爱意的时刻，每一个灵光乍现的瞬间，都可能弥足珍贵。正因为它们稀少，因为它们可能不会在附近的其他地方发生，我们并非自愿生于这样的境地。我们并非自愿生活在一个与其他文明隔着数光年空旷地带的星球上，但现在我们身处此地，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利用我们所获得的机会。我们可以探索，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建造望远镜和太空船，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送入宇宙。我们可以尝试回答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我们是孤独的吗？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最终的命运是什么？这些问题或许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无法得到答案，
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很有价值。我们可以保护我们所拥有的。地球是我们所知的唯一家园，也是我们确信存在生命的唯一地方。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保护它的生物圈，确保子孙后代还能仰望星星点点的夜空。我们可以摘星揽月，或许在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或许很多世代都看不到，但归根究底，人类始终都是探索者。我们跨越了海洋，攀登了高山，到达了极地。我们已经登上月球，最终我们或许能够到达其他世界、其他恒星系统。路途遥远，挑战巨大，但我们以前也克服过巨大的挑战。每次你仰望夜空，你都在参与某种古老而深刻的事物。人类仰望星空已有数十万年历史，我们讲述过关于他们的故事，借助他们导航，也好奇过他们是什么，以及他们离我们有多远。你仰望星空时所感受到的好奇心，与你的祖先自人类物种诞生之初所感受到的好奇心如出一辙。当你抬头仰望时，看到的不仅是光，还有讯息，是光子经过数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漫长旅程，才到达你的眼睛。每一个光点都诉说着一颗燃烧的恒星的故事，一个星系的形成故事，以及一个历经数十亿年演化的宇宙的故事。你与那些跨越广阔时空的遥远物体有着连结。你现在看到的这束光，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十亿年前。它穿越了太空真空，跨越了难以想象的距离，最终落在你的视网膜上，触发你脑中的讯号。你是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出现之前，甚至太阳出现之前就开始的旅程的终点。成为那样的人真是太棒了。你是接收器、感测器，是穿越宇宙的光线的有意识的终点。你有能力理解你所看到的，能够掌握其中的距离，能够欣赏孕育你的宇宙的规模。我们已经从你现在坐的地方一路旅行到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我们已经看到了月亮和太阳、行星和恒星、星系和宇宙网。我们讨论过如此巨大的距离，以至于难以理解，也讨论过如此漫长的时间尺度，以至于整个人类历史都相形见绌。最终我们又回到了地球，回到了这颗围绕着一颗普通恒星运行的小型研制行星上，回到了宇宙中我们确切知道存在生命的唯一地方，回到了我们唯一称之为家的世界。宇宙浩瀚无垠，古老无比，而且大部分区域空无一物。恒星之间相隔数光年的真空，星系之间相隔数百万光年的空旷宇宙。宇宙网跨越数十亿光年，但据我们所知，其中大部分空间是空旷、黑暗、寒冷且毫无生机的，而我们却在这里，生活在被水和空气覆盖的星球上的有意识的生命，受到附近恒星的温暖，并受到磁场的保护，免受致命辐射的侵害。我们以我们很少意识到的方式赢得了宇宙彩票。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依然存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抬头仰望，不禁会感叹，宇宙的真正规模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我们可以写下数字，进行计算，建立模型和模拟，但我们无法真正感受到10亿光年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可以试试，我们可以将思维拓展到无限领域，即使只是短暂的一瞥，我们也能瞥见环绕着我们的浩瀚宇宙。在那惊鸿一瞥中，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深刻的道理。我们不仅渺小，而且我们能够存在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宇宙竟然孕育出了能够思考自身存在的生命，真是太奇妙了。宇宙并不需要我们，
它在我们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138亿年，在我们消失之后将继续存在数万亿年。但就在这短暂的时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宇宙透过我们意识到了自身，这本身就具有某种价值。谢谢你陪我走完这段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旅程，它帮助我继续对宇宙进行深入探索。记住，下次当你仰望夜空时，你看到的不仅仅是点点星光，而是跨越数光年的景象。你这是在回顾过去，你正以最直接的方式与宇宙连接。来自遥远恒星的光子进入你的眼睛，古老的光芒诉说着宇宙演化的故事。你是宇宙的一部分，由古老恒星锻造的原子构成，生活在其中一颗小行星上，却能理解宇宙的结构与历史。成为那样的人真是太棒了。在真正返航之前，让我们把几个距离安静地放回同一张地图。这些内容不需要记忆，而是作为我们这段旅程的参考点。月球距离地球384400公里，光传播这段距离大约需要1秒04分之1的时间。太阳距离我们14960万公里，光照需要8分20秒。海王星是太阳系最外侧的行星，距离太阳约45亿公里，光线大约需要4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外奥尔特云可能延伸到距离太阳约15兆公里，光线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它的外缘。比邻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距离我们约40兆公里，光要4年3个月的时间。银河系中心距离我们大约26000光年，那里的光需要26000年才能抵达我们。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大约250万光年，那里的光需要250万年才能抵达我们。可观测宇宙的边缘距离我们大约465亿光年，来自那里的光已经传播了138亿年。由于空间的膨胀，这些地方现在距离我们460亿光年。这些数字涵盖了从人们熟知的到难以理解的方方面面，从步行可达的距离到远超人类存在范围的距离，从几秒钟到数十亿年，这就是宇宙的时间跨度，这就是我们身处的尺度，而我们通常却浑然不觉。让我带你再踏上一段旅程，这一次不是向外进入太空，而是向后进入时间。此刻当你听到这段音讯时，来自宇宙各地的光线正照射到你的眼睛里。你此刻看见的月球，其实是大约 1.3 秒以前的月球，照亮你房间的阳光，在8分多钟前离开太阳。比邻星的微光，则在4年多以前启程。有些星系在250万年前离开了仙女座星系。让我们循着仙女座星系的光芒逆时间回溯，250万年前，那道光离开了仙女座星系。在地球上的那一刻，早期人类祖先才刚开始学习使用石器工具。能人 Homo habilis， 我们这个属的第一批成员，在非洲出现。气候在变化，森林逐渐被草原取代，我们的祖先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光线穿越太空，跨越星系间的巨大空洞。地球上已经过了数百万年，物种进化，然后灭绝，冰河时期来来去去。我们的祖先遍布世界各地，发展语言，创造艺术，建立文明。在那段时间里，来自仙女座星系的光芒一直向我们袭来。1万年前，当这道光芒即将抵达地球时，人类正在发明农业，第一批永久性定居点正在建设中，我们所知的文明才刚开始。500年前，当曙光即将到来之际，欧洲人已经开始探索美洲大陆，列奥纳多·达·芬奇正在绘制蒙罗丽莎，现代世界逐渐成型。大约半个世纪前，
当那道光已接近旅程终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第一台个人电脑正在研发中，你的父母或祖父母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现在，经过250万年的旅程，这道光进入了你的眼睛。当能人 Homo habilis 用石器打制工具时，离开仙女座的光子会在你的视网膜中引发化学反应，从而完成他们的旅程。一段关于遥远星系的讯息，以光的形式保存了数百万年，最终到达了能够理解其意义的意识层面。夜空中的每一个光点都有这样一个故事，到达你眼睛的每一个光子，都穿越了遥远的距离和漫长的时间。你是数十亿次旅程的终点，是古老之光的接收者，是能够领悟这一切意义的有意识的存在。这就是宇宙的真实尺度，不只是距离，还有时间；不只是空间，更是连结；不只是浩瀚无垠，更是意义非凡，是由能够理解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心灵所创造的。我们的探索之旅到此结束。我们已经从你的房间穿越到可观测宇宙的边缘，从几秒钟穿越到数十亿年，从你可以步行到达的距离，穿越到光需要数十亿年才能到达的距离。想想我们今晚都讲了什么？我们从熟悉的事物开始，例如你现在坐的房间，你窗外的街区，以及塑造你日常生活的城市。然后我们到达了月球，距离地球384400公里，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我们抵达了太阳，那座孕育地球生命的巨大熔炉，距离我们约14960万公里。我们游历了各个星球，每个星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拥有各自的神秘和奇观。我们离开了太阳系，穿越了将我们与其他恒星分隔开来的浩瀚宇宙。我们发现，即使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邻居比邻星，也位于40兆公里之外。这个距离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最快的太空船需要数万年才能穿越它。我们探索了我们的星系银河系，它拥有数千亿颗恒星，分布在10万光年范围内。我们遇到了距离我们最近的银河系邻居仙女座星系，它正跨越250万光年的太空向我们飞速而来。我们攀登宇宙结构的层级，从星系群到星系团，再到超星系团，见证了宇宙如何展现出它是由物质和光构成的一张巨大的网络。跨越数十亿光年，我们到达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缘，也就是我们无法看到的宇宙世界之外，并思考着在永远隐藏在我们视线之外的空间区域里，可能存在着什么。宇宙浩瀚无垠，超乎想象，我们渺小的难以估量。然而我们却在这里拥有一时好奇心和理解能力。无论你的人生会经历什么，无论你面临什么挑战，无论你正在纠结什么问题，请记住这一点：你是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你是由恒星中锻造的原子构成的，你身处一个已经演化近138亿年的宇宙。在这短暂的一刻，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你有幸感知到这一切。宇宙并不欠我们任何东西，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否预设了任何目的。我们是物理和化学的偶然产物，是原本没有预设目标的过程的结果，但我们可以赋予它自己的意义。我们可以决定善良、好奇、互相照顾、保护我们小小的星球，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选择怀着敬畏之心仰望星空，而不是漠不关心。我们可以将知识传授给后代，他们或许有一天能够到达我们只能梦想的地方。这就是一时的馈赠，不只是存在，而是选择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只是为了看见宇宙，更是为了欣赏它的美丽。
不仅是为了了解宇宙的规模，更是为了找到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下次当你仰望夜空时，请记得你今晚学到的东西。那些微小的光点是遥远的恒星，与你相距数兆公里。仙女座中那团模糊微光，其实是一座拥有约1兆颗恒星的巨大星系。今晚进入你眼中的光线，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的旅程。你看到的是宇宙过去的样子，而不是它现在的样子。而这简单的事实，将你与超越人类理解的宇宙时间尺度连接起来。感谢你与我一同踏上这段旅程。如果你已经听到这里，我希望此刻的宇宙已经和2小时前不太一样。我希望星空既让人感觉更遥远，又让人感觉更亲近；既让人感觉更陌生，又让人感觉更熟悉。我希望你能把这种观点当作一份礼物，而不是负担。它提醒我们，生活在如此浩瀚的宇宙中是多么奇妙的事。宇宙以其可怕的美丽和无比的冷漠等待着你，而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晚安。